我不是上历史课睡着了吗？怎么一觉醒来躺着破帐篷里了？这是在拍古装剧？西汉元朔6年，大将军卫青率5万汉军出塞，前锋苏建3000骑全军覆没，赵信临阵投敌，致使汉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。如今卫青主力被10万匈奴骑兵围在定刑关外，粮草只够1日。我穿越了，西汉元朔6年，汉武帝时期。霍校尉，您终于醒了。您前日巡营误饮水源，中了瘴毒，昏迷了整整1天，可把民女吓坏了。你叫我什么？民女叫您霍校尉啊。霍校尉，您怎么了？穿了，真穿了，而且穿成了霍去病。西汉元蛇6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23年，汉武帝就是这次出征，封霍去病为飘摇校尉，许他自选800羽林精锐。接下来的这一仗，他即将率领着800精锐深入数百里，端了伊之邪的老巢，封冠军侯。爽啊！我这是直接拿了天胡开局的剧本。霍校尉，您没事吧？是否感觉头晕目眩、恶心乏力？没事，就是刚醒，有点懵。对了，阿阮姑娘，卫青大将军的中军大帐在哪儿？您体内的瘴毒还没去除干净，气血虚浮，必须在卧床调养半日。这碗药您先喝了。没事儿，我好透了，再不去，大营都要没了。霍校尉，您等等我！他定是被瘴毒侵蚀了心智，连大将军的营帐在哪都不记得。民女为您引路吧。多谢。大将军，西寨寨墙又被匈奴冲车撞破了2处，兄弟们拿命在赌，已经折损400多人，简直所剩不足2成，粮草只够撑到明日午时了。赵信这个狗贼临阵降敌，把我军的布防、粮草屯点全透露了伊之邪。现在我们5万主力被伊之邪10万骑兵包围，李广将军的策应部队又被左贤王缠住，根本过不来，已经是死局了。报！飘摇校尉霍去病帐外求见大将军。哼，这个纨绔子弟，大军都快被围死了，这时候来干什么？还能来干什么？前日巡营都能误饮瘴水昏迷的主，难不成还能来给咱们出退敌的主意？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人家可是陛下亲封的飘摇校尉，皇后娘娘的亲外甥，也是大将军的亲外甥，金贵着呢。咱们这些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老匹夫，哪儿敢议论人家？我看啊，人家是来看看咱们死没死，好提前回长安给陛下报信邀功呢。什么飘摇校尉，不过是靠着皇后和大将军的裙带关系，进宫陪陛下在上林苑狩猎野鹿的毛头小子。听说这霍校尉走马斗鸡，样样精行，就是没见过血。这会儿来，别是尿了裤子，求大将军给他开个后门，先送他回关内吧。陛下也是，大军出征，塞这么个娃娃随军，这不是添乱吗？我堂堂大汉飘摇校尉，陛下亲封的随军将领，在这军中的名声就这么差？我堂堂大汉飘摇校尉，陛下亲封的随军将领，在这军中的名声就这么差？不是的，校尉年少英武，骑射卓绝，容貌更是俊朗无双，只是年纪尚浅，且未曾临阵，军中弟兄们多有不解罢了。说的这么含蓄，合着就是说我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？民女不敢，只是人各有所长，军中闲言碎语，校尉不必放在心上。都瞧好了吧，今日就让他们看看我大汉飘摇校尉如何破了这死局。舅舅，让我进去，我有破敌之策。破敌之策，霍少爷怕不是瘴毒烧糊涂了。咱们5万大军都解不了的围，他一个毛头小子说有破敌之策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我看他是在上林苑打兔子打出心得了，以为匈奴人跟兔子一样一吼就散呢。就是啊，一个没上过战场的娃娃，也就只会纸上谈兵吧。都住口！我这外甥虽年少未经战阵，却素来心思活络，常有出其不意的想法，说不定今日真有什么鬼点子，就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多谢姑娘引路，我进去了。霍校尉慢走。霍去病，你说你有破敌之策，说来听听。舅舅，
给我800旌旗，我率部北上，直捣单于王营，如此重围不攻自破。800骑直捣单于王营，霍校尉，你怕不是账牍还没清干净，神志不清吧？纨绔就是纨绔，真把打仗当成上林苑围猎了。800骑，恐怕刚出定襄关就被匈奴人剁成肉泥了。大将军，我看还是让霍校尉回帐里歇着吧，这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地方。胡闹！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计策，竟说出这等儿戏之言。一支邪10万大军在外，你却还妄想带走800骑，深入数百里，你这是去送死！不对呀，历史老师明明就是这么说的。这次出征，卫青给了霍去病800旌旗，霍去病一战封神，怎么到我这儿，亲舅舅连兵都不给我？大将军都发话了，霍少爷，您还是出去吧，别在这儿耽误我们议事了。舅舅，你信我，只要你给我800旌旗，我保证3日之内直捣单于王营，活捉伊之邪的亲叔父罗姑比，以解大军之围。越说越离谱，直捣王庭，活捉罗姑比，还保证上了？你拿什么保证？拿你这飘摇校尉的人头保证，还是拿皇后和陛下的恩宠保证？出去！再敢胡言乱语，军法处置！舅舅，这800骑是陛下亲赐给我的羽林精锐，是我的部下，我有权调遣他们。你不让我去，我也要带他们去的。你敢！哎呀，舅舅，眼下也没别的好办法，你不如死马当成活马医，让我去吧。大将军，既然霍校尉这么有信心，不如就让他立个军令状，若是成了，便是奇功一件；若是败了，就按军法处置，也堵住悠悠众口。你说呢？好，就立军令状，3日之内不解大军之围，我霍去病提头来见。傻外甥，李希让你立军令状，是在给你挖坑呢，你还傻愣傻愣的应着，简直是在找死！来人，把霍去病给我插出去！舅舅，你信我，我真的能破局，我真的能直捣单于王营。轻点儿！不对啊，历史书上就这么写的，历史老师也是这么教的，怎么到我这儿连兵都要不到一个？阿阮姑娘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方才听闻霍校尉在帐内所言，民女以为霍校尉体内的瘴毒尚未清透，才会心神不宁。霍校尉还是随民女回一营，民女再为您吸毒，好好调养一番。我怎么听着你这是拐着弯说我脑子不清醒呢？合着连你也不信我？你一个黄毛丫头，你懂行军打仗吗？校尉说笑了，民女比校尉还年长些呢，怎的就成了黄毛丫头了？你多大？民女年方29。29？好老一女的。年方29，是18岁，民女今年18岁。哦，18呀，那我确实比你小1岁，我17。行吧，不叫你黄毛丫头了。谢霍校尉。黑毛丫头，你就等着瞧吧，所有人都不相信我。我霍去病定要凭着800骑打出个勇冠3军的名头来！我霍去病定要凭着800骑打出个勇冠3军的名头来！霍校尉，我们还是回一营吧，民女为您吸毒，不然瘴毒入体会落下病根的。不用了，姑娘好意心领了，我还有事，告辞。霍校尉，霍校尉，药还没喝呢。霍校尉应该只是太想证明自己，又被瘴毒侵蚀心智，才会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可他们却都以此嘲笑他。唉，这般年纪就遭受诸多非议，也挺让人心疼的。颠覆了天下，他一夜疯狂，人生只不过一场厮杀，止血染黄沙，青传成白发。若是真英雄，怎会怕？快刀斩乱麻，金戈伴铁马，收拾旧山河，再出发。不死的战马，心不会崩塌。若是真英雄，怎会假？
这些所谓的羽林精锐，说到底都是长安世家子弟，仗着父辈的权势送来前线镀金，能征善战者寥寥无几。想要靠他们破局，必须断了他们的退路，逼出他们骨子里的血性，不然这800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。末将赵破奴参见朴瑶校尉。破奴辛苦了。兄弟们，方才中军大帐的那些老匹夫，个个嘲讽我们，说我们羽林精锐都是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，说我们乳臭未干，不配踏足战场，不配成为大汉儿郎。我们皆是血气方刚的少年，皆是大汉的中流砥柱。你们愿意被那些行将就木的老头看不起吗？愿意一辈子活在纨绔的骂名里，被人戳着脊梁骨嘲笑吗？愿意让匈奴人也看不起我们，说我大汉没有能战之士吗？今日本将便带你们证明自己，带你们直捣匈奴王兴，活戳匈奴王室，解大营之困，让那些嘲笑我们的人好好看看我们羽林精锐到底能不能打，让匈奴人尝尝我大汉儿郎的厉害。才800人就想直捣匈奴王庭，这会不会太冒险了？简直是自寻死路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虽然我们不怕死，但也不能白白送死啊！匈奴王庭就算防守空虚，也不至于让我们800人趁虚而入吧？本将知晓，你们之中有胆小怯懦者。今日我不勉强任何人，凡不敢随我出征者，可出帐立于阶前，本将绝不追责，即刻派人送你们回长安，继续做你们的世家公子。怎么突然没人说话了？真没人敢站出去吗？他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谁好意思再站出去？传出去，岂不是要被长安的人笑死？嗨，急什么？就陪着他玩玩吧，说不定在草原上晃2圈，他就知难而退了。毕竟大将军是他亲舅舅，皇后是他亲姨娘，陛下更是宠他，怎么可能真的让他深入险境，白白送命？对，到时候我们走出营寨，若遭遇匈奴主力，打道回府便是了。咱们骑的都是好马，打不过还跑不过吗？有道理，就当出去散心了。誓死追随霍校尉，犯我大汉者，虽远必诛。誓死追随霍校尉，犯我大汉者，虽远必诛。好，不愧是我大汉羽林卫。传令，全军整肃，轻装简行，只带3日干粮、弓箭与弯刀，随我急行北上。校尉，您的战马已备好。出发，驾！赵破奴，这沿途怎么一个匈奴人都没有？按常理，此处应有匈奴的探子巡逻才是。末将也不知啊，校尉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莫非他们在前方设下了埋伏？校尉，大将军昨日刚特意交代过，所有人不得擅自远离大营。如今我们已走出数十里，不如我们先回去吧，以免中了匈奴人的圈套。谁说要回去？不回！既已出发，便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。就算有埋伏，本将也能带着你们杀出重围。末将遵令，出发，加快速度，目标匈奴王庭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？本将没骗你们吧？信我，准没错。前面就是匈奴王庭。霍校尉，您这也太神了，竟然真的带我们摸到了单于王庭的位置。他们的10万主力大军全都在定襄关外，单于王庭这里防守空虚，我们这时候冲进去，简直就是虎入羊群啊！我的个乖乖，这是我第一次出来打仗，就要跟着霍校尉立这么大的军功吗？那可是匈奴单于王庭啊！不可思议！是啊，
只要我们冲进去，活戳匈奴王室，立下奇功，回去之后，陛下一定会论功行赏，我们再也不是别人口中的纨绔子弟了。都说了，本将带你们出来是为了立大功，你们当初还不乐意，现在知道本将没有骗你们了吧？这回你们怕是做梦都要笑醒了。前面就是单于的王庭，如今伊之邪带着10万主力围困大将军，不在王庭之中。王庭内只有他的叔父罗姑比等王室亲眷，还有少量守卫。兄弟们，见不世奇功扬眉吐气的机会来了，全军突击！遵令，杀他！这个伊之邪真是越来越差劲了，10万主力牵制卫青，打了这么久都拿不下来，白白耗费我大胡的牛羊粮草。本来就是个有勇无谋的蠢货，得位不正，实力又弱，迟早栽在卫青手里。他根本不配当这个单于，连我们这些老骨头都比他有资格。唉，当年君臣单于在的时候，我大胡何等威风，打得汉朝屡次和亲求饶，哪像现在被汉军追着打。太祖叔、祖叔，你们怎能在背后这样诋毁我的父亲？云珠，我们长辈说话，你一个小辈插什么嘴？更何况，我们说错了吗？你的父亲伊之邪本来就是无能之辈，难道还不让人说吗？他堵得住所有人的口吗？我父亲在前线厮杀，是为了我大胡的子民，可你们非但坐享其成，还要在背后嚼舌根。你们对得起我父亲，对得起大胡子民吗？伊之邪是单于又如何？我们是他的长辈，他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改正他的无能。是，你们是长辈，但这不是你们诋毁他的资本。作为长辈，你们更应该全心全意地辅佐他，而不是只会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这丫头，真是冥顽不灵！等你父亲回来，我一定让他好好打你一顿，越来越目无尊长了。爸爸才不会听你们这些老迂腐的话，自以为是，倚老卖老，哼！反了，反了！竟然这样跟长辈说话！你给我回来！不好，是汉军，怎么会有汉军来这里？卫青被我父亲的10万大军包围了，难道是飞将军李广？领军的将领是一个16、17岁的小将。汉军里面什么时候有了这样一位气宇不凡的小将军？不好，贺兰桥，我得先去通知贺兰桥，让他赶紧逃跑。怎么又回来了？云珠，这才多大一会儿你就想通了？知道我们长辈说的都是实话了？我真不想告诉你汉军来了，让你最好死在汉军手里，但我不希望贺兰桥死，他是我最好的祸埃。告诉我，贺兰桥在哪儿？我要带他离开这里。依云珠，你想吓唬我们，也找个可信一点的理由啊！伊之邪的10万主力，把卫青困在定襄关外，离我们足足几百里，他怎么过来？来的不是卫青。不是卫青，难道是李广？李广早已被左贤王牵制在右北平，离我们这里也有几百里，同样不可能过来。易云珠，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，扰乱人心。懒得理你们，爱死不死。不好了！吉若侯产大人，罗古比大人，汉军杀过来了，距离王庭不足10里。什么？汉军真的来了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么快？快逃！跑！快跑！汉军来了！大家快跑！
老弱妇孺不杀，缴械投降者不杀，负隅顽抗者格杀勿论。汉狗，我大虎不会放过你们！负隅顽抗者，死！不死的战马，心不会崩塌。若是真英雄，贺兰桥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可以牵你的手吗？我想一辈子保护你，无论遇到什么危险，我都会挡在你身前，不让你受一点伤害。贺兰桥，汉军都杀过来了，你怎么还在和这个狗男人厮混？快走，再不走，我们就都死在这里了。贺兰桥，你别害怕，你们先走，我来断后。不行，徐不烈，要走一起走，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我要和你一起面对，不管遇到什么危险，我们都在一起。贺兰桥，别管他了，他根本不是一个值得你托付的男人。上次我偷偷看到他在草原上抱住了阿雅，还亲了她，他对你的好全都是装的，他只是想借着你攀附你祖父罗姑比，根本不是真心喜欢你。不可能，易云珠，你在骗我对不对？徐碧烈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是真心喜欢我的，他刚才还说要保护我一辈子。骗你的人是徐碧烈，信不信由你，但无论如何都没时间说这些了，快走！别跑，那是我的马，易云珠，带我一起走，我也不想死，快带我走，我给你磕头都行。你不是说要断后吗？这么快就原形毕露了，滚！你这种小人，死在这里也是活该。易云珠，求你了，别丢下徐碧烈，他不是你说的自私又多情的人，我了解他，我们带他一起走吧，我不能丢下他。你下来，我上去。找死！啊！我的手！徐碧烈，徐碧烈，我的心上人徐碧烈！对不起，易云珠，对不起，我不会骑马，我没法回去把你带回来，对不起，你一定要活着，你投降他们吧，好好活下去。别管我，快跑！贺兰桥，匈奴妖女，受死吧！让开！本将有没有说过老弱妇孺不杀？青山，记过一次，回去之后领20军棍，以正军法。末将知错，请校尉恕罪。退下！哎，霍校尉，不可下马！霍校尉，霍校尉，此女凶悍，小心！缴械不杀！汉狗，要杀便杀，今日不杀我，来日定将杀你，为我的族人报仇！杀我？就凭你？哼！看好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汉狗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汉狗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易云珠，现在知道你父亲伊之邪有多无能了吧？手下10万大军，却被一个16、17岁的汉家娃娃釜底抽薪，从眼皮子底下溜出来，指导我们的王庭。呸！我父亲好歹安排了2000精锐留守王庭，汉军不过700、800人，若不是极弱侯产与你这2个老东西临阵畏敌，率先逃窜，王庭何至于一碰即溃？我们本可以守到父亲回防的，这一切全毁在了你们这2个猪队友的手上！你，哼！把那个匈奴女子带过来。汉狗！长嘴！匈奴王庭里的女人，多多少少都和伊之邪沾亲带故。说，
你是伊志邪的什么人？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。还嘴硬。校尉，要不要再张嘴？不必，他不说，有的是人说。把他带过来。看你这把年纪，想必你就是伊志邪的叔父罗古比吧？刚刚负隅顽抗被我亲手斩杀的那个老东西，想必是极弱侯产，你的伯父。不是，我不是罗古比，那个也不是我伯父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啊！既然不是伊志邪的叔父，那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杀了！我是罗古比，将军饶命！我就是罗古比，我就是伊志邪的继父罗古比，求将军别杀我，别杀我！他呢？他是伊志邪的什么人？罗古比，你要是敢说半个字，你就是大胡的千古罪人，你会被称炉苍天唾弃，萨满的血咒会缠上你。历代仙单于永远不会接纳你的魂灵于龙城安息，你的魂灵将永世漂泊在黑戈壁，被草原苍狼啃食。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张嘴，快点说。她是左大当铺徐伯杰的女儿徐伯兰，徐伯杰一直和单于不和，是单于的眼中钉，跟我们不是一路人。他竟然没有把我的身份供出来，他竟然替我隐瞒了我是单于女儿的身份。哼，原来是伊之邪政敌的女儿，本将还以为你是匈奴公主呢。启禀霍校尉，战场打扫完毕，此战我军大获全胜，共计斩首捕俘2008骑，斩杀单于大副行极弱侯产，行持单于继父罗国比，俘获匈奴相国当户等贵族官员22人，缴获牛羊马畜13000余头，皮货辎重共计200余车，全数清点完毕。发财了，这下真的发财了！这么多牛羊辎重，回去够咱们分好几年的。何止是发财，是发财又升官。咱们占了2000多匈奴人，还抓了单于的亲叔叔，回去陛下必定重赏，最少也得升个屯长。要我说，升官发财全仰仗了咱们霍校尉。换个人，谁敢带800人冲匈奴王庭？也就咱们校尉如有神助，深入漠南数百里，竟然摸到了他们的老窝，直接一锅端了。是啊，以后就誓死跟着霍校尉了。校尉指哪儿，我们打哪儿。把罗古比以及匈奴相国、当父等22人绑好，还有所有斩获的匈奴首级全数打包，随军带回。校尉，那上万头牛羊，还有200多车的皮货辎重呢？还有这些俘虏，他们可都是单于王室的亲眷，还有匈奴贵族的家眷，不一并带回长安吗？就是啊，霍校尉这是为何？我们要升官发财啊！这么多战利品丢了太可惜了。所有牛羊就地宰杀，所有粮草辎重就地焚烧，一点不留。除罗古比以及匈奴相国当户等22人以外，其余匈奴俘虏尽数释放，一个不带。什么？这是何意啊？我霍去病带800骑，能奔袭数百里，端了匈奴这处王族营地，靠的就是一个快字。伊志邪得知老巢被袭，必定会率主力星夜回援。我们只有800人，带着这些牛羊辎重俘虏，行军速度至少折损一半，不出1日就会被匈奴主力追上。到时候别说战利品，兄弟们的性命都要折在这里。我知道兄弟们心疼这些东西，但我告诉你，今日我们斩敌2028骑，斩杀单于大副子若侯昶，生擒单于继父罗孤比。这份战功，回朝之后，陛下给你们的封赏是眼前这点金银牛羊的100倍1000倍。我霍去病带兄弟们出来，不是为了捡这点草原上的碎银子，是要带你们封侯拜将，光宗耀祖，食邑千户。这点蝇头小利，不值得我们拿命去贪。遵校尉令，愿追随校尉，封侯拜将。1队宰杀牛羊，2队收拢金银辎重，就地焚烧；3队解除俘虏的看管，全数释放。告诉你们的单于伊志邪，今日我大汉羽林卫踏平你王族营地，不是要赶尽杀绝，而是要让你们记住，漠南之地是我大汉疆土，绝非你们撒野的地方。即刻带着你们的人滚回你们的祁连山，老老实实的放马牧羊，永世不得南下，犯我大汉疆土分毫。若再敢越雷池一步，我霍去病定率大军再次踏平你们的巢穴，打到你们的狼居西山，让你们匈奴永无立足之地。兄弟们，凯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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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霍去病，霍去病，霍去病！我依云珠对撑离苍天起誓，有朝一日定要饮你的血，挫你的骨，告慰我大湖死去的族人。君次，您身上还有伤，您要去哪儿？我要潜入汉营，亲手杀了霍去病，报今日血仇。君次，汉营远在数百里之外，这一路全是戈壁流沙，早春的白毛风雨还能冻死人，还有草原狼群。汉军把咱们的马全杀了，您没有马，走不出百里就会死在戈壁里的。阿古拉，你忘了，我自幼跟着萨满大巫学过照马术。看好这里，等我带着霍去病的人头回来。这是汉人的村落，这些手无寸铁的村民，老人孩子，全都是被我们大胡的士兵杀死的吗？一支邪在攻城。校尉，那我们绕路从侧门入关吧，否则一旦被匈奴的游骑发现，我们就被完了。不着急，全军隐蔽，原地待命。霍去病呢？还有霍去病的800羽林精锐呢？他们在哪儿？大将军，都这时候了，还管那霍少爷？2天没见他人影了，指不定是带着那800羽林精锐跑回长安去了。什么羽林精锐？说白了，就是一群世家子弟，仗着他们父辈的权势，送来战场上混军功的。大将军，您替他着什么急？这一仗有他没他都一样，说不定那800个娃娃兵来了，还得拖我们后腿，看见尸体估计都要吓哭。住口！霍去病平日里虽顽劣，但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大将军，您快下令吧！与其在城里被匈奴人耗死，不如开城迎战，死在沙场上。大将军，下令吧！兄弟们快顶不住了！大将军，匈奴且居当户，刁桃莫格率部登上了东门城楼，东门失守。校尉，匈奴人登城了，东门破了，我们赶紧绕路入关，回去帮大将军守城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不必，我军以轻骑为主，当以游骑之术作战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。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游骑之术，校尉，这没错。我们胯下都是日行千里的良驹，手里都是射程最远的黄弩小弓，以骑射攻敌，不与近战。敌追则走，敌停则射，耗光他们的气力，搅乱他们的阵型。校尉，这样能行吗？那可是匈奴10万主力，若是大将军拒守不出，匈奴主力转头来围攻我们，待我们箭矢耗尽，马力枯竭，就是死路一条啊！大将军不可能拒守不出，更何况李广将军的后军即刻便到。李广将军被左贤王牵制，哪有这么快抵达战场？无需多问，执行军令。
全军都有，目标匈奴主力，齐射扰敌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哦，大单于！大单于，我军后阵突然出现一股汉军骑兵，不停驰射袭扰，他们骑的全是好马，我们的骑兵追不上，步兵更是毫无还手之力，后阵已经乱了。匈奴崽子们，告诉你们的单于，他祖叔疾若猴产，已被小爷亲手斩杀；他叔父罗姑比已被小爷生擒活捉。大单于，这是那汉军将领扔过来的。汉家小将，可敢留下性命？伊志邪，你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匈奴听见爷爷的名字，夜里都要吓得尿床。小爷就是大汉朴瑶校尉霍去病。霍去病。伊志邪，初次见面，小爷再送你一份见面礼。保护大单于！这霍去病的臂力竟如此恐怖，我与他相隔200步，他竟能一剑穿透2人的甲胄与身躯，伤到骨。大汉何时出了如此神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快看，那是我外甥霍去病。我就说我外甥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非但不贪生怕死，而且还智勇无双。你们看，匈奴10万主力被他率领的800骑耍得团团转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小子还真有2把刷子，800骑牵制10万大军，他怎么做到的？是你们都太小瞧他了。虽然这是他第一次上战场，可他的用兵天赋是我们所有人都比不了的。有些人天生就是当将军的料，现在你们可服气了？末将等心服口服。舅舅，速速开门出兵！匈奴主力阵脚已乱，士气大减，此时出击，定能大获全胜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小子箭楼里的箭射完了，急了！哈哈哈哈！传令，全军出击！中将军公孙敖率左路军，左将军公孙贺率右路军，强弩将军李寿率弩兵阵前掩护，随我出城斩杀胡虏，护我大汉！末将领命。哈，霍校尉果然神机妙算，大将军出兵了，李广将军也真的来了。弹射龙城飞将在，呼叫胡马渡阴山。霍校尉不但智勇无双，写诗也是一绝，末将佩服。过奖过奖。忘了，现在是西汉，这首唐诗还没出世呢。嘿，对啊，等打完仗回去，当个文抄工也不错啊。把后世的名诗都抄过来，也混个风流才子当当。名
兵，全军撤退！兄弟们，追！活捉一只血！活捉一只血！活捉一只血！有5000人断后，快撤！妈的，还是让一只血给跑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外甥，不愧是我的好外甥，以800骑搅乱10万大军，还一箭射伤一只侠，立下如此不世奇功。回去，陛下定会重重赏你，封你个百户侯都不为过。霍校尉，之前末将等人言语多有冒犯，还望霍校尉海涵。是啊，霍校尉，末将等有眼不识泰山，今日算是见识了霍校尉的本事，心服口服了。众位将军皆是为大汉征战的前辈，之前的事儿不必挂心，我等都是为大汉守疆土，杀胡虏，不分彼此。赵破犊，把我们从匈奴王庭带回来的战利品给大将军和众位将军看看。是。哦，还有惊喜，那是自然。舅舅请看，这位就是伊稚邪的亲叔父罗姑比。这个布袋里装的是伊稚邪的大副刑级弱喉产的人头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俘获匈奴相国、当户等贵族22人，斩敌2028骑。好外甥，你果真带着800人直捣匈奴王庭！天哪！800骑直闯匈奴王庭，斩单于大行父，擒单于继父。霍校尉，你这真的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呐！我活了半辈子，从没见过如此勇猛之人。父亲，800骑直捣匈奴王庭，很厉害吗？自蒙恬北击匈奴，收复河图以来，100年间，从无人敢以800轻骑直闯单于王庭，斩单于亲族，端单于老巢，他做到了。你说厉不厉害？哼，有点本事，多跟人家学学，他比你还小呢。成立苍天，我大呼100年基业，竟毁于一个汉家娃娃手里！大单于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汉军飘摇校尉霍去病带着800人闯了单于庭，杀了极弱侯产大人，掳走了罗姑比大人，烧了王族的毡帐，牛羊辎重，还杀了好多族人。霍去病，这个汉家庶子，固定要将你挫骨扬灰，踏平长安，杀尽汉家宗室，报此血海深仇。易云珠，我的菊次易云珠呢？他在哪儿？大单于，菊次他一人一马往汉军大营的方向去了。他说他要潜入汉营，亲手杀了霍去病，报仇雪恨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为什么不拦住他？那霍去病狡猾异常，连姑都败在他手里，易云珠如何是他的对手？菊次他去意已决，又有快马，我们的马全被汉军杀了，追不上他。传姑的命令，立刻点500轻骑，分3路往汉营方向搜寻。无论如何，也要把菊次易云珠给姑找回来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若是找不到，你们所有人都提头来见。是，大单于。霍去病。
李校尉，您说这大将军也是，仗都打赢了，大半夜的还让咱们出来打扫战场，这黑灯瞎火的。少废话，大将军有令，查验战场，收拢兵器，防着胡人去而复返，让你干你就干。李校尉，这边还有个弟兄，还有气息，只是腿断了，得赶紧抬回医院救治。你们两个把人抬上担架，先送回一营，剩下的人继续查验。汉狗！你是哪个校尉麾下的兵士？大半夜的，不在营里待着，在这儿干什么？问你话呢？你是哪个部曲的兵士？再答不上来，就按匈奴细作处置，当场格杀。霍去病，我是霍去病麾下的兵士。哼，我就说，长得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是没吃过苦的世家子弟，果然是霍去病帐下的羽林卫。怎么，单于庭的金银财宝没抢够，大半夜的还跑这儿来？跟我们抢死人身上的零碎，滚回营里去！是。这位兵士，你身上有剑伤，跟我回一营吧。多谢姑娘，不必客气，应该的。嘿，这谁把这么好的一匹好马落在这儿了？通体雪白，没有半根杂毛，这趟没白来啊！恭喜李校尉，这马一看就是千里良驹，也就配得上您这样的猛将。是啊，校尉，这马比霍去病那匹马都不差。汉狗，那是本军赐的马。你干什么？军爷，民女是要给您处理剑伤啊，这伤口必须卸甲退衣才能清理干净，不然药粉敷不上去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。那个，汉家有云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把药给我吧，我去内帐自己上药。也好。这里面是金疮散，您先用温水把伤口血污清洗干净，再将药粉撒在伤口上，以麻布裹紧即可。多谢姑娘。这位小军爷真是比霍校尉还要腼腆怕羞。霍去病，我受的这些苦全是拜你所赐，今夜就是你的死期，我定要亲手割下你的头颅，告慰我大胡死去的族人。军爷，伤口都处理好了吗？处理好了。切记，伤口不可用力拉扯，每天换一次药。若是有发热化脓的迹象，请立刻告知民女。多谢姑娘。对了，姑娘你可知霍去病的中军帐在哪个方位？我有军机大事，要当面与霍大人商议。军爷，您既是霍校尉麾下的兵士，怎的不知霍校尉的中军帐在哪？我素来不辨方位，加上夜间目力不济，更是认不得路。之前都是跟着队里的弟兄走，今日独自一人就找不到方向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好在眼下伤兵都熟睡了，我也难得清闲。我带你去吧。多谢姑娘。举手之劳，军爷请随我来。
原来打仗这么爽，上阵斩敌，千里奔袭，把匈奴人杀得丢盔卸甲，这才是大丈夫该活的样子。真帅，真恨不得睡觉都穿着这套盔甲。霍校尉，您安歇了吗？阿阮姑娘，这么晚了，她来做什么？霍校尉，您麾下的一名兵士说有军机大事要与您禀报。让他进来吧。军爷，霍校尉让你进去。多谢姑娘。墨族见过霍大人。这汉狗竟如此惜命，深夜在自己帐内，竟然还假不离身，这让本居次如何动手？你说话的声音怎么娘们兮兮的？我羽林800骑，本将个个都认得，怎么从没见过你这么好人？我是张武。墨族在。区一个武长，你有什么资格夜闯本将的中军帐，面禀军机大事？汉家司马法有云：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，虽匹夫之见，亦得严兵。墨族虽位卑，然久在边境，熟知胡人行众，有破胡之策，斗胆面禀大人。你说，汉家司马法有云，司马法前面为何加汉家2字？听你的口气，你倒不像是汉家人。把头抬起来。本将叫你把头抬起来。鬼啊！行了行了，说吧，到底有什么军机大事？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我定治你一个惊扰主将之罪。墨族以为今日我军虽大胜，然一支邪单于主力尚存，只是暂退漠北。大胡，匈奴必还会再次南下寇边，不如以云中还有定襄为根基，步步为营，蚕食漠南草原，断大胡，断匈奴南下之路。想不到你区一个武长，竟有这般独到的见解。不过你说的这些，本将早就想到了，但本将以为，与其步步蚕食，不如以轻骑长途奔袭，直捣匈奴王庭，斩其亲族，烧其辎重，乱其军心，此乃斩首之策，比步步蚕食更能断匈奴之根基。汉狗，你竟将如此重要的用兵之策尽数泄露给我，待我回到大胡，定将此策告知傅单于，让你这计策再无用武之地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。匈奴经此一败，元气大伤，就算要南下，最快也要等到明年秋收，眼下不足为惧。汉狗，原来这些都是已经用不上的过时计策，害得本居次白高兴一场。好了，你要说的本将都知道了，回去吧。平时多注意点形象，大半夜的别跑出来吓人。汉狗，本居生的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你竟敢说我丑？哦，墨族走了。你怎么还不走？霍大人，墨族见您帐外无人守卫，深夜恐有胡人行刺，放心不下大人的安危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大半夜的你在帐外走来走去，被巡营的兵士看见，容易引起误会。今夜你就睡我这里吧。什么？这汉狗竟然让我跟他睡同一张床！汉狗，等徒子！把脸转过去，别对着本将，容易让人做噩梦。汉狗，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汉狗！她是左大当户须伯杰的女儿须伯兰。须伯兰，匈奴须伯杰的女儿。须伯杰一生都在为汉胡的和平效力，是一支邪的政敌。
他的女儿竟然混进军营，还在我床上睡了一夜。即刻将这封录报以驰传加急，送往长安，呈给陛下。末将领命。定襄大捷，大将军卫青斩赌万余骑，飘摇校尉霍去病率800羽林骑斩赌2028骑，斩匈奴单于大副极若侯产，生擒单于继父罗古比。定襄大捷！是真英雄怎回家？昨夜那位小军爷行迹可疑，腰间配着胡人的弯刀，进了帐就再也没出来。霍校尉少年心性，对人防备心弱，万一那小军爷是细作害了霍校尉性命，不行，不能再等了。就算是擅闯中军帐，我也要确认霍校尉的安危。霍校尉，霍校尉！你是担心我被他刺杀了？是，这位军爷腰间配着胡人弯刀，昨夜进了帐，整夜都没出来。民女怕霍校尉遭遇不测。无需担心，这弯刀我昨夜问过他了，是他在战场上捡来的战利品，没什么大碍。那就好，看来是误会一场，让霍校尉见笑了。是我让阿阮姑娘担心了。霍校尉言重了，若是因民女疏忽，让霍校尉身陷险境，民女万死难辞其咎。张武身上的箭伤还没好，往后几日还要辛苦阿阮姑娘多照看他一些。霍校尉放心，这是民女分内之事，民女定会尽心照料。这汉狗，他明明看穿了我的身份，可是他为什么非但不杀我，还要帮我隐瞒，甚至让那医女多照看我？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阿紫醒了，大母，阿紫醒了。姑娘，你醒了，快喝点稀粥吧，你已经昏迷1天1夜了。大母，我也饿了。拿着，去外面玩去。敢问老人家，这里是何处？这里是定仓郡边境的牛家村，再往北走30里，就是胡人出没的草原了。这里是大汉的地界？是大汉还是大胡，我已经分不清了。李广将军在的时候，这里是大汉的地界；李广将军走了，这里就是大胡的地界。每年秋收的时候，不是匈奴的单于来抢粮，就是匈奴的左右贤王来征粮，不给就杀人烧房子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我的2个儿子都是这村里的猎户，就因为去年秋收藏了半袋粮食，被胡人骑兵当着这孩子的面活活砍死了。爹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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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拿着这个去城里换点粮食吧。方圆100里的粮食都被抢光了，这东西换不来粮食，只会给我们招来杀身之祸。你好好留着，等身子恢复了，也好有个傍身的东西。来，小娘子，你喝。谢谢阿紫。陛下临朝，百官肃立，有本启奏，无本退朝。臣等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谢陛下。启奏陛下，
定襄前线驰传加急送来捷报，大将军卫青率6将军10万骑，累计斩捕匈奴首路万余骑。朴瑶校尉霍去病率800羽林骑，弃大军数百里复立，斩捕首谷2008字，斩匈奴单于大复行极若侯产，生擒单于继父罗孤比，俘获匈奴相国当户等22人，攻冠全军。李清，你再说一遍，霍去病他做了什么？启奏陛下，朴瑶校尉霍去病以800轻骑孤军深入数百里，斩匈奴单于祖父辈极若侯产，生擒单于亲叔父罗孤比，斩虏2028骑，攻冠全军。大将军卫青定襄大捷，我大汉大获全胜。好，好，好！霍去病，朕的好外甥，你可真是太给朕长脸，太给我大汉长脸了！以800骑孤军深入，立下如此不世奇功，真乃我大汉的天纵神将。启奏陛下，大将军卫青、朴瑶校尉霍去病劳苦功高，扬我国威，陛下当封赏2人，以慰军心，以励将士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封赏魏大将军霍朴瑶。这是自然，朕不仅要赏，还要重赏。即刻拟旨，着卫青、霍去病择日班师，回朝受封。奴才遵旨。着卫青、霍去病择日班师，回朝受封。皇后娘娘，陛下至。臣妾恭迎陛下。免礼免礼，子夫大喜啊！定襄前线传来捷报，卫青斩毒万余骑，霍去病更是以800骑孤军深入，斩了匈奴单于的祖父，生擒了单于的叔父，立下不世奇功。朕已经下旨，让他们择日回来听封了。臣妾谢陛下隆恩，若非陛下信任栽培，青帝与后婢绝无今日之功。他们能为大汉、为陛下分忧，是他们的福气。是他们自己争气。卫青稳重持重，霍去病少年锐气，这2人就是我大汉的帝国双臂。有他们在，何愁匈奴不灭，大汉不兴？我重重关卡，看盛世的烟花，赢尽了天下，输了他。诸位弟兄，来！陛下驰传加急的致书已到营中。定襄一战，我等800骑孤军直捣匈奴王庭，斩将擒敌之军功，已由大将军尽数盛报长安。陛下有旨，命我等择日班师回朝。待大军归京，陛下将亲临朝堂，论功行赏，封爵受禄。我麾下弟兄人人有份。谢陛下隆恩，大汉威武！又让你在人前逞尽了威风。搂搂抱抱成何体统？今日起，全军做3日班师准备，3日后拔营启程，班师回朝，回长安见天子，受封赏，光宗耀祖，让长安的父老乡亲看看我们羽林旗的威风。霍校尉威武，羽林旗无敌。我重重关卡，看盛世的烟花，赢尽了天下，输了他。颠覆了天下，大义也风。我们已经分开10几天了，我连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喂，里面有人吗？哦，好了，这就出来。
张务长，明日就要班师回超了，你的剑伤恢复的怎么样了？为什么我那晚没有下手杀了霍去病？现在大军就要班师回长安了，我再想杀他，几乎是不可能了。这里所有人都对我这么好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匈奴人的细嘴，我根本无法面对和他们反目成仇。张务长，你怎么了？回长安受封是天大的喜事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想我的朋友了。你朋友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贺兰桥，我和他已经分开10几天了，至今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。贺兰桥是胡人。我一直不敢跟你们说，我有一个胡人朋友。傻弟弟，这有什么的？大将军麾下就有不少归降的胡人一从，大汉向来兼容并包，对所有部族都一视同仁。若不是匈奴常年南下侵扰我大汉边境，屠戮我大汉百姓，我们大汉百姓与胡人本也可以和睦相处的。对不起，阿然姐姐，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今晚你就睡阿吉这里吧，早点安歇，明日还要赶路呢。啊，可是男女授受不亲。别装了，张务长，你是女子吧？上次你换完药，把这个落在内帐了。你的声音、身形，哪里像个男子？好了，不哭了，快上床睡觉吧。阿紫，你也睡。好。将士们，我们大胜匈奴，扬我大汉国威。今日我们班师回超，向陛下复命，向长安的父老乡亲复命。凯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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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妞妞，阿几去外面看看能不能找点吃的回来，不然中午又要挨饿了。姑娘，不要走得太远，这一带有匈奴的王族散寇出没，不安全。知道了，大母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呐喊的沙哑，笑看人世间火树银花。太好了，今天有肉吃了。大母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！匈奴王族，妞妞在屋里。大母，小崽子，快说，粮食都藏哪儿了？爷爷饿了。别哭了，吵死老子了！妞妞，快跑！想不到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，还有这么国色天香的胡人姑娘。姑娘，别怕，老子也是胡人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妞妞，快跑！啊！
霍校尉，我好像听见有小孩的哭声。我也听见了。救人！大将军，霍校尉这是要去哪儿？擅离步兵，不合军规啊！他是去救人，救人，那不过是个小娃娃刚学骑马，吓哭了罢了。就算真从马背上摔下来，这软草地上也伤不到分毫。谁小时候学骑马没摔过，值得他带着800人冲过去？你也不想想，这种边境险地，寻常百姓家哪来的这种战马？传令，全军原地休整。父亲，霍去病这是无视军规，擅自脱离大军。遵大将军令，原地休整。是。小姑娘，你哭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坏人杀了大母，而且……赵破奴，把这孩子送回中军大营，交与阿阮姑娘看护，不得有半分差池。末将遵令。羽林旗听令，随我前往牛家村。放开我！我是一直挟单于的亲侄女，大胡和蓝桥居次，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城离苍天必降罪于你，单于定会将你五马分尸，让你的魂灵永世漂泊在黑科壁，被苍狼啃食。贺兰桥居次，想不到老子这种烂命一条的人，也有走大运的一天。竟然在这里白捡了一个大胡居次，你这等姿色，就算一只鞋真把我五马分尸，老子也值了。放开我！你这个畜生，放开我！贺兰桥，是伊云珠。贺兰桥，你没死真的太好了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伊云珠，我好想你。我以为单于庭就剩我一个人了。伊云珠，你怎么穿着汉人的铠甲，在汉军的队伍里？说来话长，贺兰桥，记住，以后在旁人面前不要再叫我伊云珠。我在汉军里的身份是羽林旗武长张武。张武，这是汉人的名字。我现在有了汉人的身份，但我们还是最好的货哎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伊云珠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们胡人才是坏人。我们抢汉人的粮食，杀汉人的平民，我们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。我们的大单于错了，他不该这么做。我还怕你因为我有了汉人身份，不认我这个祸癌了。想不到咱们张武长竟然和胡人女子是相好的，别说，俩人站在一起还挺般配。咱们羽林旗除了霍校尉，就属咱们张武长长得最俊了，难怪能让胡人姑娘这么喜欢。你是匈奴什么人？为何在此屠戮百姓？从实招来！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啊！小人只是大胡的王族，战败后和队伍走散了，求将军饶小人一条狗命吧！
将军，求您杀了他！他杀了收留我的牛氏老妪，还想要逼辱本君子。别杀我，杀他！他是匈奴的贺兰乔军刺，她是义知县单于的亲侄女，我方才是在帮你们抓她呀！你这个颠倒黑白的畜生！你明明想要逼辱本君子，侮辱无辜，还敢在这里巧言重死！诸位将军，你们听见了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他就是贺兰乔军刺，义知县的侄女，她是匈奴的细作。我是在帮你们抓细作。生擒匈奴居刺确实是大功一件，但和你有什么关系？狗东西，你残害平民，逼辱良家女子，罪不可恕。你既是匈奴人，便按你们匈奴的律法来处置。此法甚妙，依照匈奴律法，冒犯王族居刺，当受烹刑。来人，下鼎生火！遵大将军令。以烹刑告慰逝者在天之灵，行刑！天子升座，百官肃立。陛下临朝，百官行礼。臣等参见陛下。众卿平身，谢陛下。定襄一战，诸将功过已由廷尉大将军府核定，宣旨吧。皇帝制曰：元赦6年。大将军卫青率6将军10万铁骑2出定襄，北击匈奴，累计斩捕匈奴首路19000余级，破单于主力，荡平漠南匈奴王庭，扬我大汉天威，护我北疆百姓。此战，右将军苏建所部遇单于主力，尽亡其军，只身归营，按军法当斩。念其多年征战有功，准予赎为庶人。前将军赵信临阵降敌，叛国投胡，削去所有爵位封赏，株连其族。钦此。臣苏建，谢陛下隆恩。皇帝制曰：定襄一战，诸将用命，有功者赏，无敢遗漏。上古太守郝贤4从大将军出征，累计斩捕匈奴2000余级，封众立侯，10亿1100户。校尉公孙荣奴从大将军出征，斩匈奴小王，封从平侯，10亿1300户。校尉李肃从大将军出征，陷阵破敌有功，封摄治侯。校尉赵不虞从大将军出征，擒获匈奴贵族有功，封随城侯，10亿1300户。校尉韩说从大将军出征，破敌有功，封龙阁侯。钦此。臣等谢陛下隆恩。皇帝制曰：朴瑶校尉霍去病率807门轻骑，直弃大军数百里复立，斩捕守固2028级，得匈奴相国当户，斩单于大复行，极若侯产，生抚单于自负罗姑比，攻冠全军。其以南阳郡庐阳乡宛县临头据设冠军国，封霍去病为冠军侯，10亿1600户。钦此。臣霍去病谢陛下隆恩。霍去平身，你17岁便以800骑孤军深入，立下如此不世奇功，真乃我大汉的天纵神将。朕没有看错你。
臣不敢居功，此战全赖陛下天威。大将军调度有方，羽林旗弟兄们用命，臣只是尽了分内之事。臣等恭贺陛下，贺喜冠军侯。大汉有此神将，乃国之幸事。臣等恭贺陛下，贺喜冠军侯，大汉威武。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。李将军一生戍北疆，与匈奴大小70余战，威震草原，却终不得封侯，实在是意难平。陛下，臣有本启奏。霍爱卿但讲无妨。陛下，后将军李广一生戍守北疆，与匈奴征战40余年，屡立奇功，威震龙城。匈奴人闻之丧胆，号曰飞将军。此次定襄之战，李将军率部牵制匈奴左贤王部，为大军主力争取战机，功不可没。臣斗胆启奏陛下，念在李将军一生为国戍边，劳苦功高，特许封侯，以安军心，以利将士。李将军，霍爱卿为你讨封，你怎么说？陛下，臣此次定襄之战寸功未立，按大汉军法，不当受赏，更不当封侯。臣一生征战，未能封侯，是臣战功不足，不敢有半分怨言。臣谢冠军侯美意，但臣绝不敢无功受禄，坏了大汉祖制，请陛下明察。傻外甥，非刘氏不得王，非有功不得侯，是高祖皇帝定下的白马之盟。你当众为李广讨封，不仅触了陛下的逆鳞，还把李广架在了火上烤，真是年少气盛，不知轻重。陛下，臣有本启奏。此次出征，我军生擒匈奴单于继父罗孤比、匈奴相国当户等贵族22人，已献俘太庙，此刻正在殿外候旨，请陛下定夺。宣匈奴战俘上殿。罗孤比，你是伊之邪的继父，匈奴的王族，今日被俘，可有话说？大汉天子天威浩荡，我等心服口服，不敢有话说，只求陛下饶命。你是何人？回大汉天子，我是伊稚邪单于的侄女，贺兰乔居次。哦，居次，你被俘至此，不怕吗？臣女不怕死，但怕汉胡两国连年征战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草原尸横遍野，边境村落成虚。臣女斗胆恳请陛下释放臣女，回归王庭，劝说伊稚邪单于止戈罢战，永不南下。这匈奴居次倒是有几分过人的胆识，更难得的是有悯惜百姓的人心，容貌气度更是不俗。祛病这孩子少年英雄，恰有定襄大捷，正是立威天下的时候。若让他娶了这匈奴居次，一来是我大汉纳匈奴王族入侯府，一改往日送公主和亲的屈辱，正足帝国脸面；二来分化匈奴王族，让伊之邪君臣离心；三来也能安抚边境百姓，换数年休养生息的时间，倒是一步稳棋。好啊，朕也不想再起战事，让百姓受苦。既然你有心劝和，朕便给你这个机会。朕将你赐婚于冠军侯霍去病，做他的侯夫人，你看如何？不可，这桩婚事万万不可！住口！朝堂之上，不是你说话的地方。陛下恕罪，张武是臣麾下的羽林骑屯长，年少无知，口无遮拦，冲撞了圣驾。屯长，区一个羽林骑屯长，职不及百担。按我大汉朝仪，本无资格入前殿朝会。他今日为何会站在这未央宫的大殿之上？回陛下，此战定襄出征，张武率本部5族，随臣直系大军数百里奔袭匈奴王庭，身先士卒，斩捕匈奴首虏30余级，带伤力战，是臣麾下807门袭的有功士卒代表。臣此前已上奏折，
斗胆奏请陛下特许，允其入殿旁听封赏大典。陛下已恩准，臣才敢带其入殿。这个汉狗，他又在撒谎。我混进汉营，他明明认出了我，却在阿软姐姐面前替我隐藏身份，还在羽林旗的兄弟们面前替我编造北地俊良家子，从边军转调而来的出身，瞒过了全军上下。现在他又在大汉天子的朝堂之上替我圆了入殿的由头，还说我展露有功，是羽林旗的有功之士。他明明知道我是来杀他，为什么还要一次次护着我？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陛下，臣以为和亲之事。外卿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朕是你的姨父，你的婚事自有朕与你舅舅替你做主，何时轮得到你多言？是，陛下教训的是，一个小小的屯长，竟敢在朝堂之上妄议国策，你倒是说说，为何万万不可？陛下，臣斗胆，此战我大汉大获全胜，匈奴主力溃败，一支血远遁漠北，已是我强彼弱之势。臣以为，两国和亲，当时匈奴战败启降，主动牵使求亲，方能彰显我大汉天威。如今陛下主动赐婚，反倒会让匈奴以为我大汉虽胜，却依旧忌惮他们，急于霸占，长敌人气焰，灭自己威风。更何况婚姻大事，当两情相悦，冠军侯与贺兰居次不过萍水之交，强行赐婚，于二人不公，与两国邦交也非长久之计。臣言尽于此，冲撞圣驾，甘愿领罪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羽林旗的少年郎，有胆识，有建筑，但你只知其一，却不知其二。自高祖白丹之围以来，70余年间，匈奴屡犯我边境，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。这是我大汉的奇耻大辱。可今日不同了，袁硕一战，卫青荡平漠南，定襄一战，后并800骑直捣王秦，如今攻守一行了。以往是我大汉把公主送进匈奴王帐，看匈奴人的脸色苟安。今日，朕就要让伊稚邪的亲侄女，匈奴的王族居次，嫁入我大汉的冠军侯府。朕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，让伊稚邪睁大眼睛看清楚，如今是他匈奴要扬我大汉鼻息，是他匈奴要向我大汉俯首称臣。这其中的分别，你可懂了？陛下圣明，大汉威武。方才张屯长说，婚姻大事当听年轻人自己的心意。朕也不是强逼之人，今日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亲口问你一句：贺兰桥居次，朕将你赐婚于大汉冠军侯霍去病，你可愿意？如果这桩和亲能换来汉胡两国止戈霸占，能让边境的百姓不再流离失所，就算赔上我一辈子的幸福，又算得了什么？须不恋，我的心上人，我要嫁给汉人的侯爷了。若你泉下有知，求你不要恨我，我别无选择。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因战乱而死了。臣女愿意。臣女愿嫁入冠军侯府，侍奉冠军侯左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深明大义的贺兰桥居次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朕今日定下这门亲事，非但为了汉胡止戈，更是要昭告天下，匈奴能去的地方，我大汉铁骑也能去。昔日匈奴能从我大汉皇宫取走公主，今日我大汉也能从匈奴单于庭取走居次。寇可为，我复亦为；寇可往，我复亦往。陛下圣明，大汉威武。太助令，臣在，即刻择取黄道吉日，为冠军侯霍去病与贺兰桥居次举办大婚。臣遵旨。回陛下，下月初1便是天德和、岁德和的大吉之日，宜婚嫁，宜盟誓，立两国邦交和天地阴阳。好，便定在下月初1。陛下，
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霍去病，你连姨父的话都不听了吗？还是说你想让朕治你一个抗旨不尊的罪名？臣不敢，臣不敢，臣遵旨。军兵，陛下有陛下的战略考量，这桩婚事于国于你都不算坏事，既已领旨，便安心接受吧。退朝！臣等恭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贺兰桥，你明明不愿意，为什么要委屈自己答应和亲？伊允珠，如果和亲能让边境的百姓不再家破人亡，这就不算委屈。古来史书里从来鲜少记载女子的名姓生平，就只记了霍去病有子霍善，半字没提霍去病的妻子是谁。命运的齿轮按照野史来转是吧？还好这个贺兰桥长得不错，不然本侯爷可就亏大发了。你看他，他就是个没心没肺的男人。你为了两国和平委屈自己嫁给他，他倒好，跟个没事人一样。居次不必拘谨，到了这未央宫，就当到了自己家一样。去婢这孩子是我和二姐长公主从小看着长大的，在军营里是少年勇将，但私下里却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，没什么弯弯绕绕的心思。往后他若是仗着自己的性子欺负你，你只管来交房殿找皇后娘娘，或是去我的平阳侯府找我，我们二人替你做主，定不轻饶他。谢娘娘，长公主体恤。姨娘、母亲、舅娘，不知唤臣前来有何吩咐？去婢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和居次说着你们大婚的事儿，快挨着居次坐下。婚期就在下月初1，眼瞅着没几天了，你们小两口也该多亲近亲近，总这么生分怎么行？看看郎才女貌，陛下果然好眼光，可不是嘛？一个是我大汉勇冠3军的冠军侯，一个胡国深明大义的居次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二姐，你去与去病说吧。去病，你的生父霍仲云，如今还在河东平阳县，你自出生起便未曾与他见过。如今你大婚在即，按礼制，该带着你的未婚妻回乡认亲，让霍氏宗族也认一认你这位冠军侯和未来的侯夫人。史书记载，霍去病是平阳县令霍仲儒与魏少儿的私生子。生父当年与母亲私通后，便回了平阳，拒不承认我这个儿子。我自小在平阳侯府长大，从未见过他。直到元柱2年，我出征匈奴路过河东，才第一次与他相认，给他置办了田宅奴婢，还带走了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。没想到历史的轨迹在这里拐了个弯，竟要在大婚之前先让我带着贺兰桥去认亲。贺兰居次，回乡认亲之事，来回需10余日路程，路途颠簸，不知你是否愿意与我同往？全凭君侯做主。既然你们二人都无异议，那便不日启程吧。我已经让上食局备好了路上的干粮，也安排了七门旗沿途护卫，保你们一路平安。谢皇后娘娘体恤，臣与居次就此告辞。谢皇后娘娘，长公主，魏夫人体恤。你看咱们张屯长，从早上跟着侯爷进了未央宫，出来就这副样子，嘴撅的都能挂油壶了。
莫不是谁惹着他了？这还用问？自己心心念念的胡人姑娘，转眼就要嫁给咱们霍校尉了，换谁能高兴？张武兄弟，别气了，这事儿说到底是陛下的赐婚，君命难违，谁也没办法。再说了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门当户对的道理。谁让咱们只是个小小的军吏？人家贺兰居次那是匈奴公主，本就该配咱们冠军侯这样的人物。就是啊，张屯长，你想开点儿。就算陛下没把贺兰居次赐婚给侯爷，你和他也难有结果。你是汉人，他是胡人，你是个智级斗师的屯长，人家是匈奴单于的亲侄女，这身份天差地别，本就走不到一处去。都给我闭嘴！不说话，没人把你们当哑巴。行了，别一个人在这生闷气了。东市新开了家酒色，我做东。张武兄弟，一起去找个姑娘消遣消遣，乐呵乐呵。去什么去？都给我滚！别来烦我。得，咱们这就滚，不碍着张屯长的眼了。哈哈哈。贺兰桥，你怎么样？他们在宫里有没有为难你？没有。你干什么呢？动手动脚的，这是我未来的侯夫人，规矩点。你什么你，我什么我？再敢对我媳妇儿动手动脚，我回营就罚你20军棍，看你还敢放肆！贺兰桥和我是从小一起在草原上长大的，我拉他的手怎么了？等等，你说我媳妇儿和你从小一起长大，所以你是匈奴人？霍去病，你早就知道我是胡人，也早就知道我是女子，你还在这装什么装？这里又没外人。啊！你不光是匈奴人，你还是个女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女扮男装混进七门旗，还混入未央宫朝堂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，看我不拿下你这个匈奴细作！我不治病，你放开我，痒死了！这瘴毒已经顺着血脉堵在了喉间，他现在全程昏迷不醒，根本没法完全把毒血咳出来。若是再不想办法清出喉中毒血，等毒入宫心，他这条命就彻底保不住了。阿软姐姐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没事，姐姐没事，就是眼睛里进了沙子。陛下至。儿臣恭迎父皇。恭迎陛下。都平身吧。阿软，朕的好女儿，回宫这么些日子，也不去宣示宫看看父皇，还让父皇亲自来看你。劳烦父皇跑一趟，儿臣只是刚回宫，身子还有些乏，想着歇几日便去给父皇请安。这小娃娃是谁家的孩子？生的倒是乖巧。回父皇，这孩子名叫妞妞，是此次定襄出征班师回朝的途中，霍校尉从匈奴人手里救下来的孤女。小娃娃，告诉朕，你叫妞妞。爹娘都叫我妞妞。那你的爹娘呢？怎么不见他们陪在你身边？爹娘还有大母都被骑马的坏人杀了。匈奴蛮夷屠我大汉子民，真是罪该万死。不过好在此次定襄一战，
我大汉大获全胜，去并率百轻骑孤军深入，直捣匈奴王庭，斩敌2000余级，生擒单于继父，斩了单于祖父，攻冠全军。去兵，霍校尉，父皇，您说的是真的？霍校尉他真的凭着800骑，立下了如此不世奇功。你微服随军，在军营里做了数月医女，军中如此大的捷报，你竟不知道？回父皇，军营之中军事部署皆是核心机密，儿臣只是个小小的医女，自然无从知晓。只是当初在军营里听霍校尉说过，要率轻骑直捣匈奴王庭，儿臣当时只当他是少年义气，随口说的豪言壮语，没想到他竟真的做到了。这孩子天生就是打仗的料，是我大汉的天纵神将。朕封他冠军侯，还将伊稚邪的侄女贺兰乔居次赐婚给了他。下月初1便是2人大婚的日子。父皇，您为什么要给霍君侯赐婚？朕赐婚，一来是为了汉胡两国止戈霸战，安抚边境百姓；二来也是为了嘉奖曲变的战功，有何不妥？朕怎么瞧着你听闻朕给冠军侯赐婚，似乎很是不悦？儿臣不敢。你这孩子，莫非对去病的孩子动了心思？傻孩子，你若是对去病有意，为何不早和父皇说？你若是早说，父皇便把你赐婚给他了。父皇，儿臣对霍君侯的心意是在随军之时，他中了瘴毒昏迷不醒，儿臣为他吸毒血，才慢慢生出来的。更何况陛下的赐婚以下，均无戏言，儿臣怎能因为自己的私心，坏了父皇的国策，毁了汉胡两国的和亲大计？唉。给。多谢君侯。是冠军侯的车队。听说侯爷这次回河东认亲，下月就要娶匈奴的居侧大婚。好个俊朗的少年郎，果然是名震天下的冠军侯。可不是，17岁就率800骑踏破匈奴王庭，这等英雄世间再无第二个。老哥，敢问这马车里坐着的是何人？怎得如此受百姓拥戴？这你都不知道？这是咱们大汉的冠军侯霍去病，丁香一战，带着800骑就把匈奴王庭一锅端了。下月初1就要迎娶匈奴居次，这次是回河东平阳县认亲的。居次？哪个居次？自然是伊稚邪单于的亲子女贺兰乔居次，咱们陛下亲赐的婚事，这可是天大的体面。妞妞，想不想去病哥哥还有贺兰阿姐？想，唐兵哥哥、贺兰阿姐还有阿软姐姐都是妞妞的救命恩人。那咱们这就去找他们，好不好？记住，一路上要悄悄的，不能让任何人发现，能做到吗？大单于，汉人有句话叫吉人天相，依云珠居次福大命大，定能平安归来，您不必太过忧心。大单于，长安急报，探子回来了，快让他进来！可找到依云珠了？回大单于，没有，我等安插在大汉的眼线、定襄的乃至长安的都没找到居次的踪迹。找不到人你还敢回来？滚出去，继续找！大单于息怒，我等虽未找到居次，
但是长安探子传来了消息。什么消息？说。回大单于，汉帝刘彻将单于您的亲侄女贺兰乔居次赐婚给了冠军侯，下月初1就要在长安大婚。冠军侯是何人？回大单于，冠军侯就是定襄一战率800轻骑直捣我王庭，斩了极弱侯产大人、生擒罗古比大人的汉家小将。刘彻封他为冠军侯，食邑1600户。霍去病，又是霍去病，奇耻大辱！竟让我大胡居次嫁给一个占卜我大胡王族的汉家小将，此等深仇大恨，孤若不报，枉为单于。传令下去，点齐兵马，孤要即刻南下，踏破长安。大单于息怒，万万不可！你赵信敢劝和？大单于息怒啊！这是刘彻的杀人诛心之计，他就是故意以这桩婚事激怒您，逼您出兵南下。定襄一战，我军新败，士气大减，兵马折损严重。此时贸然出兵，正中刘彻圈套，必败无疑啊！那以你自刺王之见，这口恶气，孤就只能咽下去。自然不是，大单于，咱们可以先休养生息，厉兵秣马，待来年兵强马壮，再与汉军决战。至于霍去病，区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不足为惧。此次霍去病是去河东认亲，带的兵马绝不会多，最多不过10几个亲随。从长安到河东平阳县，必经宿义县以东的黑松林，那里山高林密，官道狭窄，最适合设伏。咱们派精锐死士在黑松林外的客栈设伏，给他们的饭菜投毒，再一举斩杀霍去病，再把贺兰居次抢回来，既报了定襄之仇，又能把居次带回王庭，岂不是万全之策？好，就依自此王的计策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记住，务必斩杀霍去病，把贺兰居次毫发无损的带回来。是。大单于放心，此次设伏，霍去病插翅难飞。哼！此次行动明面上是斩杀霍去病，抢回贺兰乔居次，但你记住，你的首要任务是杀了贺兰乔。什么？不是说要把居次安全带回来吗？哼！贺兰乔若是平安回来了，伊之邪单于还会对汉人有不死不休的仇恨吗？只有贺兰乔死在汉人的地界，死在霍去病身边，伊之邪才会彻底断了和谈的心思，铁了心和汉人开战。到时候本王才有机会学习我在汉地所受的屈辱。自此王好算计，属下必不辱使命。去吧。贺兰乔，来。走吧。军爷远道而来，辛苦辛苦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军爷想吃点什么？好酒好菜尽管上，动作快点，我们还要赶路。好嘞，军爷稍等，好酒好菜马上就来。吃那么多，撑死你！好了，易云珠，我是自愿嫁给君侯的，你别再替我生气了。自愿的我更生气。哼！咱们君侯还真是大度，张屯主当着他的面拉侯夫人的手，跟侯夫人说悄悄话，
他都跟没事人一样。张团长对贺兰居此余情未了，君侯心里都清楚，可能也是想给他们两个最后一点相处的空间吧。老大，他们进客栈了，要不要动手？别急，自此王吩咐了，等他们吃下撒了迷药的酒菜，浑身使不上力气了再动手。确保万无一失。哼哼，自此王这计策果真狠毒。快点炒。是。军爷慢用，还有几个菜，马上就来。慢着，酒里有东西。走。军爷，怎么走了？菜还没上齐呢。不好，被他们发现了，动手！霍去病没有穿戴盔甲，杀了他，召回巨刺上天界，保护君侯和侯夫人。小心！君侯，霍去病，将军，这世间竟有人有如此通天臂力！霍去病，你撑住，你别死！快把君侯扶上马车，快寻前方就近的一炉。快往东走，前面就是苏邑县城，找一炉。是七木齐的弟兄，他们在这里遭遇了匈奴人的伏击。霍校尉呢？霍去病此次回河东认亲，为了不扰民，只带了10几个亲随，连甲胄都没穿。匈奴人就是冲着他来的，看这情形，只怕凶多吉少。什么人？出来！军爷饶命！军爷饶命！我们是正经做生意的，不是匈奴人。说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回军爷，半个时辰前，一群匈奴人占了我的客栈，假扮成我和小二。等军爷一行人进来，就想用药迷倒他们，结果被军爷发现了，然后就打起来了。那个被称为君侯的少年将军，后背中了一箭，流了好多血，被他的人扶上马车，往河东平阳县的方向去了。阿软，阿软，等等我！阿软，等等我！前面危险！义公，快救人！先救我们君侯！什么？君侯？快把君侯扶到内室来！请先放在卧榻上，莫要晃到伤口。
各位军爷，请先出去。箭伤贯穿了肩背，老朽要先为君侯清创止血。张武兄弟，先出去吧，别耽误义工救治霍校尉。霍校尉呢？霍校尉他怎么样了？阿软姐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医术最高超了，快救救霍去病！他中了匈奴人的毒箭，昏迷不醒，义工正在里面救他，求阿软姑娘救救君侯，他这一箭是替我挡的，求你一定要救活他。贺兰桥此生结草衔帛，必报姑娘大恩。血是止住了，可箭头被淬了剧毒，君侯一直昏迷不醒，气息越来越弱。老夫尽力了，你们节哀顺变吧。你这庸医，什么叫尽力了？什么叫节哀顺变？他才17岁，你要是救不活他，我拆了你这破衣物！哎呀，你们都别进来。彪哥哥，彪哥哥。竟然是乌头毒，匈奴人善用的草原剧毒，无药可解。好歹毒的匈奴人！已走远，过往风景找不出，春江花月楼台东。当年明月今何处？万骑翩翩惊鸿。历史的天空留不住寒雨夜来风。岁月藏起一番番旧梦。都过去半个时辰了，阿婉姐姐怎么还不出来？霍校尉没事了，再过一会儿，他应该就能醒过来。霍去病，你这个混蛋！你要敢死，我就杀了你！姑娘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乌头毒暴道无比，你用嘴为他把毒血吸出来，虽然暂时能压制住他体内的毒性，但是这毒也会反噬到你身上。他这毒最多也就能压10年，而你……什么？阿软，义工说的是真的？你为了救他，把乌斗毒引到自己身上了？就算用我全部的寿命，换霍校尉平安无事，哪怕只有1天，也值得。你就对他倾心至此，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顾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知道，看见他受伤中毒，躺在那里生死未卜，我脑子里就一片空白，根本不会考虑后果。只要他能活着，我怎么样都没关系。无可救药。李敢，这件事不要让他知道，永远不要。霍去病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我了！君侯，您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疼？你俩哭什么？我不就是被射了一箭，睡了一觉吗？一点小伤，些许风霜罢了。什么小伤？你都昏迷3个多时辰了，要不是阿软姐姐医术高超，你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刚刚做了个好奇怪的梦，梦见阿婉姑娘竟然咬我嘴巴，咬我胸肌。多谢阿软姑娘救命之恩，霍去病
没齿难忘。霍校尉客气，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分内之事。霍去病，你欠乐灵公主一条命，你这辈子都还不清，你知道吗？君侯，君侯，君侯剑伤未愈，如何不再多歇息片刻？若是牵动伤口，可怎么好？我好的差不多了，今日就继续请城，去河东平阳吧。霍校尉，你剑伤初愈，怎么就下床走动了？快回内室躺着，切勿劳累。阿阮姑娘，救命之恩，霍去病没齿难忘。我的伤已经无大碍了，匈奴人此番刺杀不成，必定还有后手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我需尽快赶往平阳县认亲，远离是非之地，也免得再连累你们。那好吧，只是你切记不可纵马疾驰，不可用力过猛。剑伤若是崩裂，毒性极易反复，到时候就难办了。好，我记下了。霍校尉，我去叫赵破俗他们收拾东西走了。去吧。君侯，给。多谢居次。怎么了？昨日是君侯18周岁的生辰，你伤得重，我就没敢跟你说，也没敢声张。18周岁生辰，我自己都不记得，你怎么知道？陛下赐婚的婚书上写了君侯的生辰八字，我无意看见，就记下了。居次有心了。不知不觉18周岁了。明年霍去病19岁，就将出征河西，踏破胭脂山祁连山，打通河西走廊，铺就后来史书上鼎鼎有名的丝绸之路。霍仲笃，给你脸了是吧？3天前本县就跟你说清楚了，南坡那片临河的田，县里清长土地已经划到本官名下了。今天你要么乖乖把田契交出来，要么本官就让人拆了你这破院子，把你一家子都扔到大牢里去。王先生，没了这片田，我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没钱抓药，我妻儿老小没了口粮，全都要饿死。王县城，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！县城大人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我们一家老小就靠这片田活命啊！求求您了！爹，他咬我！反了天了！给我打！先把这老东西的腿打断，田契给我搜出来！别打了，别打我父亲，要打打我！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给我打，连这个贱妇一起打！穷酸杂种，还敢咬我！给我掰开他的手，把田契抢过来！他要是再不松手，就给我把他的手剁了！你们
别打了，住手！冠军侯霍去病是我亲生儿子。你是被打疯了吧？冠军侯是什么人物？陛下亲封的列侯，大将军卫青的亲外甥，皇后娘娘的亲外甥。怎么可能是你这个连田都保不住的小小斗实力的儿子？你竟敢冒充皇亲国戚，攀附冠军侯！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今天不光要你的田契，我还要把你抓进大牢，治你个欺君罔上的罪名。给我继续打，打到他交田契为止。老丈，叨扰了。敢问霍仲俗、霍丽媛的宅院在何处？就在那儿最里面那座院子。哎，这霍家今天怕是要遭大难了。几位军爷驾临，下官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不知军爷来这破院子有何吩咐？让你打我，我让你爹欺负我爹娘，我让你拽我奶奶。敢问，您可是霍仲竹？小离霍仲竹，见过军爷，不知军爷寻小离有何吩咐？父亲。他怎么也管我爹叫父亲？霍老爷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小的瞎了狗眼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小的这一次吧。这田契小的不要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求您饶了小的吧。不，求军爷为小奴。这王献成强占小奴家的祖传良田，要不是军爷今日驾临，小奴今日就要家破人亡了。田契，就为了一张田契，你这区400担的县城就敢殴打朝廷议员，欺凌百姓，逼得人家破人亡！你这种鱼肉乡里的狗官，留你何用？军爷饶命！军爷饶命！小的知错了，求军爷饶小的一条狗命！霍仲儒一家被你打得遍体鳞伤，跪地哀求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饶了他们？军爷饶命！饶命啊！军爷，你可不敢杀我！我姨父乃是当朝河东太守藩大人，你杀了我，我姨父绝不会放过你！你姨父是河东太守藩士，那你可知我姨父是谁？狗东西，你听好了，我姨父乃是大汉天子，小爷我就是大汉飘摇校尉冠军侯霍去病。赵破奴，属下在。王显鱼肉乡里殴打吏员，强占民田，连同这4个助纣为虐的县卒全部拿下，押往河东太守府，交给藩士处置。3日内把审理结果奏报长安。若有半分徇私，大汉律例绝饶不了他。诺。父亲，孩儿来晚了。君侯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当年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弃了你们母子，我不配当你的父亲啊！父亲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。这位是贺兰桥居次，陛下赐婚，他即将与孩儿成婚，今日带他前来拜见父亲。儿媳贺兰桥拜见父亲大人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过来看看你哥哥。弟弟霍光见过长兄。霍光，想不想跟着哥哥回长安，来年跟着哥哥一起上阵打仗？想。好，不愧是霍家的好儿郎。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。来，三弟，这个给你。
别急，看着前方，双腿夹紧马腹，注意腰马合一，用力要干脆。父亲，这里面是田契、地契、房契，还有200金饼，够您和家人安度余生了。孩儿要带着弟弟回长安，给皇后娘娘、母亲、平阳公主复命。祛病，路上注意安全，万事小心。在长安好好当差，莫要辜负陛下信任，也莫要委屈自己。孩儿记下了，父亲放心。光儿，到了长安，一定要听哥哥的话，不许惹哥哥生气。上战场了，要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娘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。将来我一定像哥哥那样封侯拜将，给咱们霍家人争气。好志气。出发！吉时到，新人入府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霍去病，贺兰桥就托付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待他。你要是敢欺负他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绝对饶不了你。去病哥哥和贺兰阿芝成亲了。同楼合卺，礼成，送入洞房。恭喜冠军侯，恭喜冠军侯夫人。何惧身后会与成百名，金戈铁马无缺，如花似玉美绝。夫人，喝了这杯合卺酒，你我便是一生一世的夫妻了。妾遵夫君命。过往风景找不出，春江花月楼台头。当年明月今何处？换取翩翩惊鸿。历史的天空留不住寒雨夜来风。岁月藏起一番番旧梦。曾经是千杯不醉，不可一世的骄纵。阿软姐姐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会后空空。阿软姐姐，别哭。年少英姿，妞妞陪着你。千里的心动，被随手一扔，匆匆被尘封。张武兄弟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？要你管。贺兰居次现在已经是侯夫人了，和君侯拜了堂，成了亲，你也该放下了，想开点。啰嗦。这么劲爆，我也瞧瞧。不准看，没意思。本大爷要回去睡觉喽。1年过去了，自刺王。去年底襄一战，我大胡损兵折将，后又刺杀霍去病失败。致使姑的亲侄女贺兰乔居次被逼出嫁，成了汉人的侯夫人。这口气，姑实在咽不下去。大单于息怒。汉人有句老话，叫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
霍去病那小子最是骄横，喜欢孤军深入追击穷兵。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，先派小股骑兵去汉朝边境滋扰。刘彻必定会派大军出征，到时候我们把汉军引诱至漠北深处，以逸待劳，拒而歼之，定叫他霍去病有来无回。那霍去病本事不小，定枪一战攻冠全军，被刘彻封为冠军侯，可见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对付。大单于，刘彻封他为冠军侯，对我大胡来说反而是件好事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大单于，您看，冠军侯霍去病已经是名满天下，而我们只需依计行事，诱敌深入，挫败他霍去病一人率领的孤军，斩捕霍去病。那么全天下的人就都将知道，他们汉人的冠军侯也不过如此。到时我大胡的士气必定大振，汉军的士气也会一落千丈，这恰恰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！还是自此王思虑周章，好，就依自此王之计。报大单于，汉家天子送来喜帖。喜帖？什么喜帖？念！岂有此理！刘彻真是欺我大胡太甚！刘彻到底说了什么？禀大单于，刘彻说，去年霍去病与您的侄女贺兰桥成婚，当时忘了给您这个当亲家的发喜帖，请您喝喜酒，今年特意补上。还说让您感念大汉天恩，不要再兴兵犯境，否则便派霍去病踏平匈奴王庭。刘彻、霍去病，今日之奇耻大辱，若不百倍奉还，我依之于誓不为人。大单于息怒，这喜帖来得正好，我们正好依计行事，先派骑兵去边境滋扰，激怒刘彻，引霍去病出兵。这次定叫他冠军侯有来无回。传我命令，派3000骑，兵分3路前往汉代郡、汉上谷以及雁门边境，烧杀抢掠，孤要屠光他们的村落。孤倒要看看这龙乙，他刘赤能不能坐得住？不把去年你送来的喜帖扣押到今年才交给伊之喜，又怎么能激怒他，让他和刘彻不死不休呢？赵信，你这投敌卖国的狗贼，背叛大汉，背叛陛下，你不得好死！匈奴人来了！匈奴人来了！快跑！快跑啊！眼下还是春种的季节，往年都是秋收时匈奴人才来，今年怎么这个时候就来了？别管什么时候了，快跑吧！将士，朕在长安等着你们。
凯旋归来。谢陛下。出发！